Hello， 大家好，我是金家阿伯。LPL 昨天进行了第一场6进4阶段的比赛，最终以 EDG 获胜告终。RNG 在常规赛最后一轮有机会直接锁定复活甲的情况下，输给 LGD， 又在季后赛阶段中被 EDG 击败，未能进入4强。之后 RNG 需要等待季后赛阶段的比赛全部结束，才能看清自己的世界赛形势。RNG 可以说在这一战中暴露了不少问题。实际上，早在季后赛还没开始之前 ，RNG 就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通过最近的 rank 记录，我们也能看出一些端倪。有网友发现，在 LPL 季后赛开始之后，单人 rank 训练量少的选手都没有拿到好成绩，其中就包括 RNG 战队的中单小虎和辅助小明。小虎最近1个月的 rank 数量为96，小明最近1个月的 rank 数量为86，均未超过100。其他选手方面 ，WBG 战队的打野骚粉只打了66场 ，BLG 的辅助 Crisp 打了63场 ，On 的排位记录则只有36场。客观分析，单人训练只能作为衡量一个选手训练态度是否合格的其中一个标准。有的选手单人训练量少，但是会通过其他方式的训练来强化自己。除了日常的战队训练赛，还有观察粉丝和研究其他选手 OB 的训练。之前世界冠军辅助 Banro 就有这样的习惯，不排除以上这些选手有通过其他训练方式提升自己的可能。但是从赛场表现来说，他们的问题确实都不小。以 RNG 战队来说，中辅2个位置刚好就是在目前版本中英雄池有缺点的选手，或者说 RNG 战队的固有体系就把所有选手的团队定位给定死了。12.14 版本很大程度上削弱了 RNG， 尤其是小虎遭遇重击，岩雀这个英雄的削弱对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小虎很少会使用塞拉斯、沙皇，这2个点 Scout 都非常擅长。2个选手在这个版本强势英雄的熟练度上存在差距。另外一点就是 RNG 战队的固有体系会限制选手的英雄选择。小虎很多时候需要拿带有主动开团先手的中单英雄，塞拉斯是一个需要根据对面英雄选择决定他是否在前中期拥有先手能力的英雄。沙皇的进场开团没有那么稳定。小明的问题更加严重，之前 RNG 也有过于依赖小明的开团应付，但应付在这个版本对线不好打。泰坦被 EDG 暗死， RNG 强行选女坦，效果还是不好，软辅熟练度也不行。RNG 的整体问题简单分析一下，就是他们的固有打法体系不适合版本，对版本的理解程度也不够，对线能力不够顶尖，被版本限制，过于依赖先手开团英雄，导致前期非常难打，再加上选手竞技状态出现问题，导致季后赛没能进入4强。其实 RNG 很早之前就出现问题了，就打 GDG 和 EDG 的那2场，凭借翻盘局拿下2分，磕磕绊绊的获得了一个可以争夺复活甲的机会。但打 LGD 的那一场可以说是全都还回去了。RNG 在那个时候就应该发现自己的问题了，但是他们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观众以为季后赛的 RNG 会和常规赛不一样，但实际上季后赛的 RNG 也没有什么改观。这一点和 WBG 挺类似的。现在 RNG 面临选择，要么继续坚持自己那一套，要么马上改变自己去向版本靠拢。当然还有一条路，就是在坚持自己的同时找到适合目前版本的一套打法。简单来说就是做出部分改变，但依然能够打出自己擅长的那一套打法，给出属于自己的特殊的版本答案。能做到这一点当然是最好的，只有这样 RNG 才有机会重新回归到顶级行列。而现在 RNG 需要做的就是备战冒泡赛，因为 RNG 春季赛积分最高，所以很多观众都想问 RNG 还有没有可能直通世界赛。实际上 RNG 还是有机会的，但是需要 EDG 和 TS 的帮忙。接下来我们就简单分析一下目前的形势。RNG 战队在止步6强的情况下，全年赛事积分锁定在130分，这个分数想要直通世界赛，首先一个前提条件就是 TS 必须得拿冠军，因为 TS 只要不拿冠军，积分就会高于 RNG，
因为夏季赛冠军直接拿到1号种子 ，TS 肯定会压安安季一头。TS 最差成绩是第4，春季赛积分为70，夏季赛第4积分为60，加起来也是130。同分情况下，夏季赛排名高的顺位高，因此安安季位置必定落后于 TS。因此安安季被 EDG 淘汰 ，TS 是开心的。同时，安安季粉丝如果想要自己的主队直通，就得给 TS 加油了。确保 TS 是1号种子的前提满足的情况下，还得保证 GDG 和威武的积分不能超过安安季。为此，另一个条件是 GDG 和威武不能进入决赛。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下夏季赛积分：冠军是200分，亚军是110分，季军是80分，殿军为60分。GDG 春季赛积分30，威武春季赛积分50。如此来说 ，GDG 拿季军超不过安安季，但威武拿季军积分会超过安安季。因此，第3个条件就是威武只能拿第4或者更差的成绩。简单总结就是，安安季直通的概率比较小，明确要求的排名是 TS 冠军、EDG 亚军、威武殿军或者6强，这2种情况，这样就能直通了。与此同时，安安季还有一个最坏剧本，就是从冒泡赛最底下开始打，丢掉冒泡赛复活甲。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下冒泡赛的赛制：夏季赛冠军是1号种子，然后除了冠军外，积分最高的是2号种子。抛开1、2号种子不谈，积分最高的2支队伍打一场 BO5， 获胜者是3号种子。而积分最低、全年积分排名前6的2支队伍打一场，输的队伍被淘汰出局，赢的队伍与前面那一场 BO5 输的队伍打一场 BO5， 获胜者会成为4号种子。对于安安季来说，最坏剧本就是 EDG 夺冠，成为1号种子。GDG 是亚军，积分为140，威武排名第3，拿到了130分 ，TS 第4拿到了130分。如果是这样的话 ，EDG 和 GDG 2支队伍直通，威武和 TS 率先打 BO5， 争夺一个第3种子席位，而安安季则需要从最下面开始打。阿伯认为后面阶段的比赛一切皆有可能发生，但建议安安季粉丝不要期待直通了。一方面是因为概率太小了，另一方面安安季状态很差，打冒泡赛没什么不好。如果连冒泡赛都过不去，安安季真就不配打世界赛，去了世界赛也是被吊打挨骂的命运。与此同时，安安季最坏剧本想要实现，难度也是很大的。安安季大概率可以拿到一个冒泡赛的先行位置，就是直接争夺3号种子。也就是说，安安季战队丢了季后赛的复活甲，但大概率能拿到一个冒泡赛的复活甲。客观分析，以安安季的调整能力，阿伯个人而言还是比较看好安安季能够进入世界赛的。之前几年 LPL 的历史，春季赛冠军也都进入世界赛了。安安季可以通过观察剩余季后赛的所有 BO5， 然后把目前版本的这个 BP 优先级先搞明白了，调整好 BP 思路，小虎小明该练什么英雄就练什么英雄。Gala 好好调整一下自己的竞技状态，相信还是可以进世界赛的。